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美丽的催眠治疗师 Jenny。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会着重在就是怎么样去应对报复性失眠跟失眠的这个情况。那我自己有几个非常喜欢跟推荐的方法，因为毕竟我之前也失眠了10几年，有很多的心得跟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我最喜欢的这个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就是在一整天下来去规划出我们自己的 me time， 我们自己专属的时间。这个 me time 呢，其实就是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一整天，假设你是8点忙到6点好了，你就规划出几个5分钟、几个10分钟、几个半小时，就是完全是专属于你自己跟自己相处的，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时间，你就是可以滑滑手机，做点什么，回讯息，做自己会开心，听音乐，然后看个书干嘛，或是喝杯咖啡，就是那个时间你是完全专注于给自己的。那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足够的重视自己，然后认为自己值得有这个和自己的约会的时间。像我以前就是跟自己关系其实不是很好，就每天都在外面跑啊，然后每天都跟人相处，就很不喜欢独处，也不喜欢一个人，也喜欢让任何的事情去占据我的思绪，占据我的时间。那我就会觉得创造出这个我的时间是非常有挑战的。那随着不同的事件啊，我开始慢慢调整，就开始重视自己，然后也很珍惜跟爱自己，就会变成说我很喜欢拥有自己的时间，而且每一次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充电、很开心，然后非常的享受。那这边我有在网络上找到一些 tips， 就是如果你要创造出自己的 me time 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有承诺的约会，跟自己的约会，然后就是不要让任何的事情去干扰自己啊，去让自己分心。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必要的话，就是告诉你身边的人说，嘿，现在是我的时间，是我的 me time， 5分钟、10分钟、15分钟、半小时，这个时间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的事情。那我自己个人的话，我喜欢就是放松。那我自己放松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听听书啊，读读书，或者是发呆、看天空、看山，然后听鸟叫，就是有各式各样我自己喜欢的方式。那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那我就是因为很喜欢自我探索嘛，所以当我有自己 me time， 我可能也会问自己说，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有开心不开心？我开心是为什么？我不开心是为什么？如果是开心，我可以想想，我为什么会开心？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有没有我想要感恩的人？我就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就是不开心，我就会开始了解说，这个 me time 是用来让我去处理跟面对自己一些还未处理的课题，还没有去满足的一些情绪的。所以你也要去想一想，就是你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你的 me time 怎么样去规划是最有效率，可以帮助到自己去放松啊，然后可以有那个掌控感，感觉到自由，晚上就不会一直反复出现那种报复性的舍不得睡的情况。第二点的话，我是觉得蛮有道理，是关于说就是允许偶尔的放纵。那当然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很忙，然后责任义务也很多，也许不太能够做到这个偶尔的放纵。但是如果可以规划出来，然后是很享受那个偶尔的放纵的话，其实对自己的身心灵是很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享受一个美食啊，享受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享受就是睡觉，这个都是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有个调试，然后就不会一直累积，然后一直觉得很不自由，没有那个掌控感，然后引发到就是舍不得睡的情况。那我自己以前的话，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自我要求的状态，就是变成说，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或者是我允许自己偷懒什么，我会有很多负面批判自己的声音，所以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释怀，就是去接纳说，我也是人，我也需要休息，我也需要偷懒，我也需要什么都不做，就是允许自己可以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说自己很想这样做，然后这样做的时候又给自己很多的负面批判，又给自己添加很多的压力，然后就这样负面循环下去。所以就是允许自己，然后接纳自己，是可以放松的，是可以什么都不做的，这个也很重要。这边插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有人也是就是那种对自己高要求、高标准，然后不太允许自己放松的，就是值得去思考一件事情，是谁
告诉你你不能放松？是谁告诉你你一定要是一个high performer， 就是要一直生产，要产出东西？是谁告诉你说你是不能就是放松休息？到底从哪里来的？其实有很多社会的一种形成跟制约，在约束我们的行为跟思想，然后去影响我们思考对错的那个标准，所以很值得去了解到自己的行为模式到底是怎么来的。OK， 好，那第三个能够帮助到自己就是应对报复性失眠的这个方法的话呢，是比较算是 doing 面，就是做事情，而不是跟心理相关的，就是建立一些睡前的仪式感。比如说，我试过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像我以前听说什么把枕头放在膝盖下面就会比较好睡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换枕头干嘛，我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那其实就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的潜意识跟大脑会认为说 OK， 是睡觉时间的这种事情。比如说我之前还会比如说戴眼罩，就是戴眼罩然后热敷眼睛，就会让自己觉得说 OK 可以关机了睡觉。又或者说是我有买那种按摩脚的东西，我就会按摩我的脚，然后就说可以放松，可以睡觉。就我以前不好睡觉的时候，我会做很多这种事情。那当然，普遍来说，已经有非常多大家应该常听到，就是什么睡前不要用手机啊，睡前不要干嘛干嘛，远离光害什么什么的，就是一定会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像如果我最近还是有不好睡的情况，我可能会听一些冥想的音乐啊，那种帮助睡眠的音乐，都还是对我会有效，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像有些人也有可能是睡前泡脚，泡个30分钟，然后再睡觉，或者是你可以把床铺好，然后再好好的去睡觉。我不确定，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尝试，然后去了解自己，什么对自己来说是有效的。那第4个点的话，我觉得蛮有争议性，就是关于比如说咖啡因啊，或者是酒精。有些人就会说，哦，就是我喝茶，像我自己本身是喝茶喝咖啡就会比较不好睡的那种。但有些人他常年喝，对他的身体来说根本就没有差，所以也是要去了解你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你的习惯是怎么样的，然后去就是假设你跟我一样是那种喝茶喝咖啡会不好睡的，那就尽量去避免摄取这些东西。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特地去做了基因检查，好像有300多样东西是他吃了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比如说鸡蛋、牛奶、鱼、肉什么的，就是非常夸张的多。然后他真的也很有纪律，他会开始去避免吃这些东西。然后他有时候就是忍不住去吃这些东西，他就会跟我说他很不好睡，我就会觉得很好笑。所以如果就是真的很想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适应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也可以去做这类型的检查。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去做这个，因为我觉得不能吃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痛苦，然后生活要纪律这么多，然后要规范这么多，其实会很不好受。那我还是比较着重在心理调试这方面。第5个点的话，我觉得跟咖啡还有酒是一样有争议性。就有些人会说睡前不要运动，做激烈运动，然后有些人会觉得睡前运动它会特别好睡，所以就是也是要看自己个人的情况。那有些人好像是睡前会做一些伸展啊、瑜伽放松。我觉得睡前按摩的话，其实帮助真的蛮大，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我只要有按摩有放松，我就睡得非常好这样。第6个点的话，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因为环境的限制比较不好做到，就是让自己睡觉的地方是安静的，然后是很阴暗、是凉爽的这样。那我以前因为我有提到就是胆子很小，然后不安全感很重嘛，所以我以前睡觉都是会有点灯，就是房间一定会有一个灯是让我看得到，就睡前的时候看得到我周围，确保我自己安全那种。可是其实有灯对于我来说是睡得更不好的，就是我慢慢建立了那个安全感，然后没有灯之后，其实睡眠品质相较好非常多。然后像有些人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个人其实手机几乎都是开静音，就是勿扰静音，就不太会被打扰到。但是我发现有些人是那种睡觉很喜欢就是开震动，然后就滋滋滋，然后就起来看。我会觉得说，其实睡觉就睡觉，你就把它关掉就算。你可能可以开勿扰，就是那种很紧急的几个人打电话给你，你一定会接的那种。就是要怎么讲？
让自己真的减少那个干扰。像我现在在哥斯达黎加，早上真的是这个不可控制的那种4、5点就会有很多小鸟在那边叽叽叽叽叽叽叽，我就会被吵醒。所以就是环境其实还是很重要的。第7点的话，我自己个人没有很认同啦，但是就是说白天如果有午休，就是小睡的话，就不要睡太久。但我是那种，因为我现在很好睡，我超好睡，所以我白天就算睡太久，晚上还是一样好睡。但是如果就是属于那种睡眠本身比较需求比较少的人，可能就白天尽量少睡一点，会有一些帮助。第8点的话，就是要让自己的时间管理的能力变得更好。对，你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就是要让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时间点完成，就是要好好的去遵守，然后把事情做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跟理解，然后对于整个事情要有足够认识跟理解。就是有时候设立要完成的事情，一定要是可达成，就是真实一点，不要那种，我今天要完成5个东西，可是你的能力就是只能完成1个，你在那边想5个，不是累死自己嘛？就是要有足够的认知，然后设立准确、精确，真的可以完成的这些每天的目标，然后去把它做完。第9点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多人会遇到，就是要懂得怎么样去应对自己的那些压力啊、焦虑跟那些负面的声音。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压力跟焦虑还有负面的想法，它的底层是源自于对自己就是不自信，对自己不认可，然后对自己不够信任。那很多时候是要去就是培养跟训练自己的大脑，去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可以把事情处理好，自己是比如说临场反应很好啊，自己很多的资源可以去处理身边的事情，自己一定会有很多的方法，自己很有创意，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就是要去调整自己的思想，是相信自己的，是信任自己的，然后是绝对可以把事情做好的。这个第9点的话，我觉得会是真正调整我关于就是失眠或是报复性失眠的这个情况的核心。就是当我开始对自己有信任感，然后对自己的未来是感受到更安定的时候，我的睡眠状况基本上就是改善了非常的多。所以对自己下功夫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要去找到自己担忧的那个核心底层到底怕的是什么，然后去换一个观点，一个认知去看待同一件事情，然后让自己开始有这些自信心，然后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啊，自我认可，就会让自己我觉得是生活的更自在，然后更轻松，担忧的事情就相较减少很多，压力就会自然减少。OK， 好，那第10点的话，我觉得跟第9点是有关联性的。第10点是关于说去跟身边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那我一直强调说，如果要跟身边的人有良好的关系，其实就是要跟自己有良好的关系，就是从自我价值、自我认可开始。然后就是当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变好的时候，其实跟身边的人关系自然就也会变很好。那我们如果跟身边的人有良好的关系的话，前面有提到，就是你会觉得生活上是有支持的啊，是有资源的啊，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因为会觉得自己是有帮助可以去寻求的。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像我自己的话是 RTT 催眠治疗师，就是我有帮过蛮多失眠的案例，去调整他们的睡眠情况，然后获得更多充分的休息。那有些其他的专业一定也是可以帮助到你。那我知道大部分普遍有失眠情况的人会比较倾向仰赖药物。那很多仰赖药物的人其实吃到最后，因为身体习惯了，就越来越没有那些效用。所以我不倾向建议人家去吃这些药物。那如果真的试了很多方法，然后都没有办法调整的话，真的就是推荐说去找专业的人来帮自己，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你知道有多幸福吗？对，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然后也鼓励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分享1到11点，你试了什么方法，你想试什么方法，然后效果如何都可以说。如果有问题的话，一样都可以问我。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我还要做那个就是好好睡觉的语音档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我上次说要弄，我还没有弄，但是就是等我一下，我需要点时间去剪。
那就先这样。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主题的话，都可以告诉我，因为我最近在想我下一个到底要录什么内容，剪什么内容。如果没有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观众跟我讲的话，我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如果你有特别想要立刻马上了解的，都可以告诉我，留言告诉我或者讯息给我，我都会看。那我就尽量就是把你想了解的东西先赶快做内容出来，然后录给大家。OK， 好，那就先这样咯，祝你玩得愉快，拜拜。